她是刚被3个人渣玷污的残疾女孩，对面是个很爱赌博的警察。女孩很害怕，她结结巴巴地说的经过，可那警察却不耐烦地抖了抖头发，让她记下身份证号和地址就可以回去了。可看到女孩穿了条牛仔裤，还骂了起来。他说女孩是在故意引诱别人，要不为什么不大声喊出来呢？女孩只能委屈地点了点头。那个警察永远也不会知道，小美是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个人渣拖进了屋里，接着又来了2个人渣，她也在努力地反抗着，可男人没几下就把她打得没了知觉。女孩受尽屈辱后来找警察求助，可换来的却又是言语上的嘲讽。她只能拖着浑浑噩噩的身体，无助地走在大街上。可到家之后，那个对她施暴的畜生也坐在房间里，他又一次对女孩实施了暴行。旁边闺蜜的老公听到之后，不仅不管，还趴在墙根听得津津有味。她无助地拿起了奖杯，摔在男人头上，可男人起身又抓住了她。小美则用玻璃杀掉了这个畜生。洗掉自己的一身屈辱之后，一位正义的女警察找到了她，她要帮助小美，可现在屋里还摆着具尸体呢。她只能结结巴巴地说着自己不太舒服，关上了门。第二天，她梦想里的公司发来了短信邀请，她本来有着大好的前途，可现在每天都是心神不定，胆战心惊。可闺蜜又来找她了，想在她这住一晚上，因为她的老公又喝醉了酒，到家免不了一顿毒打。可小美为了尸体不被发现，也只能狠心地拒绝了她。这些零零散散的尸体，她必须得赶紧处理掉。正当小美趁着夜幕要丢掉这些尸体的时候，那个爱赌博的警察却找到了她。他说小美这是在报假案，要她拿出5000美金的封口费。小美想要走，可在她的拉扯之下，看到了包里掉出的手，在她不断的暴力之下，就连天空都下起了雨。小美捡起她掉落的手枪，结束了这个人渣。现在她再也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了，准备饮弹自尽。可就算是要挨子弹，她也得先杀了这几个人渣。这个残疾的女孩受到3个人渣侵犯之后，在警局画他们的画像，她看到了其中的一个人渣，却没有揭发他，而是选择在第2天偷偷跟踪了他。她要自己为自己复仇。那男人似乎感觉到了哪里不对，径直回到了家里。小美按响了他的门铃，却又走了。那男人没认出来是他，大骂了一番。可正当他吃着橘子，小美却推开了房门。这次不等人渣先开口，小美一枪打中了他的裆部。小美走过去问男人他哪里错了，男人还以为他是赌场的人，死也没死个明白。可到家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好朋友被她的家暴丈夫打成了这样。她慌慌张张地打通了求救电话，可本来就结巴的她更是紧张的说不出来话。她只能背着好朋友到了医院里，在里边看着朋友那可怜的模样，躺在水池里，想起了以前，曾经她也是国家队的射击运动员，也有个爱她的父母，可就是这个家暴男故意挡路，导致她父母离世，从此她也变成了口吃。小美这次要让她付出代价，她故意砸坏了男人的车，就当男人冲上来要打她的时候，小美摸了摸口袋的枪，一下解决了他。可最近接连有人被杀，女警察也在她朋友那里得出了他们是好朋友，这些矛头都指向了小美。况且她送给女警漫画身上的编号和那个被杀警员的配枪编号是一样的。女警察砸开了她的门，发现了她满是屈辱的日记，可她却被小美砸晕绑了起来。她劝小美收手，可小美却告诉她，就算以后自己后悔，也要先解决掉这几个人渣。接着她化好精致的妆，要去解决掉剩下的2个人渣了。小美来到上司的包间里，那上司刚打了点维生素，神志还不太清楚，却还是色眯眯的对她说着轻薄的话。小美没有理他，开门要走，可她却说给闺蜜也打了维生素。小美关上门，转动了左轮枪里的子弹，对准男人，哭哧一枪，枪声引来了在这里上班的最后一位人渣。小美拿枪对准人渣的大腿就来上了一枪，恶狠狠地盯着曾经那个对她施暴的人渣。那人渣甚至想不起来这女孩是谁，还问为啥要这样对她。小美眼神瞬间变得冷酷，对准另一条腿又是一枪。此时警察赶到，小美也完成了复仇，现在她只想了结了自己。可那善良的女警察却让同伴都放下了枪。小美望着那善良的女警察，丢掉了指着自己的枪，慢慢向前走去。可那人渣捡起枪打掉了小美，还在那里装可怜，说自己很受伤。那善良的女警察替她结束了人渣之后，闺蜜打开她生前寄来的信。小美知道闺蜜想开一家美甲店，所以就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寄给了闺蜜，还希望她以后不要有任何负担。可最讽刺的是，当小美脑死亡之后，她的器官还要捐献给这个人渣。这位善良的女警察最后再也忍不住了，她走进了女孩的房间，看了看隔壁的人渣，拔掉了女孩的氧气，送走了她。她绝不允许这位女孩最后的善良再被这人渣玷污，她也愿意替这位善良的女孩承担任何的后果。